关于灵魂这个问题，我看到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人死后灵魂会去到哪里？大家好，我是莫妮卡，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灵魂这个话题。灵魂它不是一个，而是一团光，它就像是穿越宇宙的彗星，由一个点聚集，而又有伞状的光晕。当一个灵魂诞生的时候，它从宇宙中心的震动光波而来，而灵魂体的意识最初也是最接近于源头的老祖宗。我听到描述源头最频繁的就是造物主、上帝、天父、阿拉、神等等，那姑且我在这里呢称它为源头老祖。我先来看一下整个宇宙的形成，在历史上最强的伽马射线爆发，最强的温度溢出来的是摄氏17亿度伽马射线，而且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冲出来的速度是187万倍的音速，任何的东西碰到全部都会被毁灭。它的状态就像是挡我者死，甚至于虚空也会被燃烧起来。这就是伽马射线的威力，被称为最暴力的银河之死。这个伽马射线跟它这个星系之间的互动非常复杂。来自银河系的科学家们说，银河系一半的物质来自于其他的星球，其中包括构成人类身体的原子，很可能都是从另外一个星系转来的。而这个转移的过程从无到有，一切消失之后，我们就开始重生。这个是科学家模拟的一个影片，这个地方爆炸之后呢，都是尘埃，慢慢的被卷在一起，就能变成一个新的行星盘。新的行星盘里面可能是一个新的太阳系，那新的太阳系里面可能就有木星、金星、火星，一堆星球的气态行星。当这个地方炸开了以后，它就会分裂、分裂、再分裂，再与其他的地方炸开。所以说生老病死就不断的在一个轮回而又另一个轮回的过程中间不断的循环，可能你我在这个期间也跟随着它生老病死，而这个新的盘也不停的运作，不停的结合，然后再形成一个新的。无量寿经记载到，即使大火满3000，成佛威德悉能超。也就是说，即使劫火弥漫燃烧大千世界，成佛威德超越劫火也得往生，非常的形象。如果说我们把宇宙的内部当作不同的系统，每一种系统的振动频率不同，而每一种的系统都有其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不同的体系。比如说恒星，在这个时候从源头浮出来的灵魂，它都带着特殊的特性，会进入不同的系统当中，吸收不同的光子能量，如此的循环造就，这个就是一个灵魂的特性。灵魂的自由意志将会去选择自己投身去到哪个维度，物质世界或者非物质世界去学习和体验。别忘了还要签订灵魂协议。由于从源头诞生的灵魂的能量非常的巨大，无法进入一些特定的空间里，而灵魂呢将会分裂、分裂再分裂，也就相当于将自己的能量分开分解，来去到不同的空间，如此的循环。当分裂的灵魂各自走向不同的境界，或者是进化的旅程，而进行了无数次的分裂的能量，意识的程度都会变得有相当大的差异，从而出现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演变出无尽的生命结果。如果有一天你正好与一位失散的伙伴在星际里相遇，你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对方正好补足了你正好缺失的部分，或者说你们是一棵大树上分裂出无数枝叶的结果。无论你扮演哪一种角色，喜怒哀乐、贪嗔痴慢疑，都将会是你的本身。你仅仅在体验你人生的分裂之一。你的灵魂结构就是要完成宇宙生命蓝图，而在我们这个宇宙之外，还有更多的源头与灵魂们自己的源头的前身，这个往上延伸的宿主关系根本就看不到尽头。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不一定来自同一个源，没有灵魂是土生土长于地球，他们都来自于其他的星球。然而许多灵魂已经在地球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可以被认为是本土的。宇宙扩张的原因是，一旦一整个境内的众生灵性成熟到一定程度，
充满了开创力，而全体的光就会带动改变，让整个宇宙再浓缩，或者是分裂再浓缩，创造出第3个、第4个宇宙。各种宇宙和境界就是这样连绵不断地诞生下去。而每个宇宙之间的外围都有很薄的能量，像是河流在其中穿梭流动，带动所有世界的循环和连接。有和无，生与死，对与错，所有的形容词都是二元对立，为了形容某种东西的存在。而宇宙的初始是无法用二元对立来形容的，那就是混沌。